在柬埔寨的炎热正午，25岁的张翔终于走出了那座封闭的9层大楼。阳光刺眼的让他几乎睁不开眼，他的脚步有些踉跄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挣扎着逃离那个充满噩梦的地方。2名男子，一位打手和一位保镖，驾着他上了一辆车。短短几分钟的车程，让张翔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他不断地猜测着自己的命运，担心又要被贩卖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这是张翔第3次经历这样的恐惧。之前他已经2次被不同的老板贩卖，价格从 1.28 万美金一路上涨到 2.1 万美金。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，张翔和其他无数受害者一样，早已沦为行走的美金。车子最终停在了园区的大门外，张翔的心跳如鼓点般急促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稍稍松了口气。2个人正等在那里，结果张翔后直接将他送往医院，随后又安排了一辆车将他送到了金边的救助站。直到这时，张翔才敢相信自己真的逃离了西港那片黑暗的网头园区。在救助站里，张翔才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安全感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还没回到国内，危险依然如影随形。救助站里还有40-50位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受害者。张翔看着他们，有些人身体残缺，有些精神失常，还有一些年纪轻轻便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。相比之下，张翔自认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但在柬埔寨的西港、金边，甚至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还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。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故事。3天之内被2次贩卖。张翔曾是江西一家快递网点的货车司机，工作虽辛苦，但7-8千的月薪在当地已算高了。张翔说，自己到柬埔寨的动机很纯粹，只是想见见世面。在柬埔寨经营 KTV 的朋友总是将异国他乡描述得天花乱坠，怂恿张翔一起加入。去年3月，张翔心动了。自高中毕业后，张翔就留在家乡工作，对外面的世界有点好奇。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张翔来到柬埔寨西港一家餐厅做帮工，底薪加上小费，每月也就7000元。直到上了几天班，张翔才得知自己所在的餐厅地处网头园区，也就是网络诈骗公司的聚集地。同时，张翔逐渐发现西港是一个安全难以保障的地方。8个月后，餐厅的合同期满，张翔焦急地连夜从网头园区餐厅搬出，准备第2天就前往金边买机票回国。深夜，张翔拖着行李箱走出了网头园区大门，在通向酒店的西港4号公路上，一辆黑色面包车却突然挡在他面前，2个身高约1.7米的年轻男子持刀抵在他的腰边，威胁他上车。自2021年11月的那一晚起，张翔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在网头园区间被贩卖。黑暗的网头园区，手机和护照被没收，双手被戴上手铐，张翔被锁在一张铁床上，无法动弹。第2天，劫持张翔的团伙以 1.28 万美金将他卖到白沙27园区。想通了吗？你只有3条路：一跟我们做诈骗，2让家人打钱来赎身，3把你卖了。在网头园区，张翔被关进一间小黑屋，连续3天没饭吃，没水喝，遭受轮番洗脑和打骂。3天后，不服从的张翔又被标价 2.1 万美金转卖到凯博中国城。那是西港最黑暗的园区，精神异常的、残疾的、不从的人最终都会被卖到这里。张翔顿了顿说，经常出人命，持枪看守下的集中营。知道集中营吗？网头园区就和集中营一样。在柬埔寨生活了5年，并参与营救过不少受害者的华人阿龙这样描述：园区很大，进出都需要凭通行证。大门口和园区内有持枪保安24小时巡逻。在园区外围，
每隔10米也有一位拿着冲锋枪的保安，全天候轮流值班。一旦发现有人逃跑，他们可能直接开枪。张祥深陷的凯博中国城建有几十栋办公楼，每一栋楼可能都是一家网投公司，做的就是网络诈骗。张祥连办公楼也出不去，1楼有2名保安，配枪且手持电棍，大门必须刷卡进出。9层高的大楼，巨楼有小超市、餐厅和食堂，1楼是一间大办公室，坐了上百人，2楼是新人培训室，3、4楼是诈骗专用房间，5楼及以上则都是宿舍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这里都一片漆黑，要开灯。张祥说，大楼1到3层的窗户外都被焊上了钢筋，其余房间也始终被黑色窗帘遮挡，不允许拉开，在外面根本看不出里面住了人。而窗帘内一间房，4张上下铺的床，住满了8个分属不同层级的人。张祥的宿舍里就住着一位主管、1位组长和2位业绩骨干，他们随时看押着新人，逃跑基本没有希望。每天被迫到楼下工作时，张祥总能听到办公室里传来滋啦滋啦的声音，那就是打手在电击人。网投园区内的场景，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威吓下，这一次张祥屈从了。张祥开始听话的好好上班，每天中午12点半准时到2楼参加新人培训，培训为期1个月，考核成功后才能正式上岗。网络诈骗的目标客户正从中国国内延伸到海外华人。张祥被划分为国际盘，要学习面向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国的华人的诈骗话术。在新人培训室，一位不到30岁的中国女性，面向包括张祥在内的10多人集体授课，培训的大多是年轻人，从16岁到40岁不等，男女都有。结合投影屏上的 PPT， 培训师讲授着实施杀猪盘的一步步套路。第1步，建立联系；第2步，获取信任；第3步，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；第4步，引诱充值，并及时退回给予好处；最后，获取更高金额的投资。而针对这过程中的每一步，培训师都传授着各种技巧，比如如何在国外 App 给客户打招呼，怎么判断对方喜欢聊的话题，如何从文字交流过渡到语音交流。一节课时长4小时，张祥每天要上2节课，直到晚上8点多才能回到宿舍房间休息。到了第2天，培训师还要再向大家提问，回顾前一天的课程内容。张祥说，由于自己表现不错，5、6天后，他成功要回了自己的手机。表彰狂欢之后的小黑屋，25岁的王明却在得救后才夺回自己的手机。王明在柬埔寨和泰国交界处的网投园区待了近8个月，这里离柬埔寨首都金边有7、8个小时的车程。直到被救出的那天，他才知道自己被困在山里，附近就是雷区。这是一栋由围墙、电网和摄像头组成的监狱，也有超市、餐厅、KTV 等休闲娱乐设施，当然后者只对网投园区里的管理层开放。网投园区里的制度严苛到近乎变态，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半夜12点，没有休息时间，进出办公室需要打卡，上厕所需要报备，每天需要在社交软件上添加至少5个女性，每月最低要完成15万元的诈骗金额。一旦不够听话，和制度产生一丁点背离，等待着亡民们的将是一顿拳打脚踢、电棍殴打，连萝卜白菜的盒饭都不给吃，不让睡觉。在这里，他们是沉默的机器。办公室里的人被严格的划分为3、6、9等，2位大小主管掌握绝对的话语权，下面是2个大组长，末端是分别管理4到5个劳工的小组长。他们和摄像头以及内部网络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监视系统，管理层之间层层施压，亡民们成了被压榨的终点。小组长日复一日地警告他们，不好好做业绩就把你弄死。又一幢拔地而起的网投园区，王明最害怕的是每个月业绩结算的日子。
办公室会进行隆重的庆祝大会，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就敲一下锣，达到70万元就敲2下锣，达到100万元就敲3下锣。这些优秀员工拿着印有诈骗数额的奖状，笑着向大家展示自己和受骗女性的聊天记录，讲述对方是如何被骗得倾家荡产，甚至跳楼自杀的，仿佛炫耀自己的战利品。作为员工的榜样，他们会拥有丰盛的晚餐以及向小组长晋升的途径。在清脆喜庆的敲锣声、管理层的欢声笑语和榜样们的经验传授里，没有业绩的亡民们成了麻木拍手的背景板。等待着他们的是在小黑屋里连续几天的殴打、辱骂和虐待。他们会给我们看视频，长期没有业绩、不听话的就用老虎钳拔掉指甲。我们不去骗人，也会和他们一样。因为没有业绩，王明经常被当作仆人呼来喝去，搞卫生，给管理层洗衣服、洗鞋子。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经常说的那句话：有业绩的就是老大，没有业绩的就是废物。王明回忆，白天卖乖后的深夜呼救，黑暗笼罩下的网投园区。在网投园区不到1个月，张翔几乎每天只睡2-3小时，瘦了10余斤。睡不着，吃不下，头昏脑胀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出去。表面上，张翔努力和网投公司人员打成一团，维持和管理层的关系，但拿到手机后的每一天，他都在四处求助。回到宿舍后，上厕所时，或者在夜深人静、室友都睡着的时候，张翔会用被子裹住整个人，尽量不透出一点手机的光，悄悄在网上发出求救信号。然后在黎明到来前，立即清除敏感的搜索记录，因为一到培训室，手机就要被没收查看。张翔还尝试给家人和朋友打了2-3次电话，用室友听不懂的家乡方言，让家人帮忙报警，并故作轻松，佯装若无其事聊天的样子。尽管电话另一端，父母已泣不成声，其实心脏已经跳到嗓子眼了，生怕被他们看出破绽。张翔说，打电话的时候正是自己最害怕的时刻，他们对打电话的次数有限制，用手机的频率如果太高，也会引起警觉。直到辗转联系上中简易工队队长陈宝荣，张翔终于看到一丝逃离的希望。他让我继续维持好和网投公司的关系，他会想办法救我出去。张翔等了2-3天，果真等来了营救。陈宝荣2021年12月3日，张翔被护送进西港警察局录口供。不大的房间里，草席贴在冰凉的瓷砖地上，挤满了20多个形形色色的罪犯，有飞车党、绑匪，还有小偷。张翔提心吊胆地蹲了一整晚。关押1晚后，张翔在热心华人的担保下释放，并被送进医院。我没有外伤，都是内伤，拳打脚踢、电棍造成的淤青。第3天下午，一辆轿车载着张翔在西港4号公路上奔驰了5小时，最终在晚上7点多将他送达金边的一家华人救助站。一路上，担忧仍未停歇片刻。这条开启张翔厄运的公路，在当地也被称作死亡公路，经常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绑架、勒索。在救助站，张翔才第一次看见那个将自己从深渊拉回的人。宝荣叔只有1.6米几，看起来很瘦小。张翔用力抱住了那个瘦小的身板，不禁泪流满面，在柬埔寨第一次畅快地哭了起来。同样在被陈宝荣解救出来后没忍住眼泪的，还有一直听话的王明。在遭受非法拘禁期间，王明偷偷地用工作手机在网上搜索救助渠道，最终联系上陈宝荣。由于网投园区被深山环绕，陈宝荣让他下载谷歌地图来发送定位。王明焦灼地等了20多天。在陈宝荣和警察赶来的当天，由于网投园区得知王明报警的消息，他还遭受了7-8个保安的殴打。王明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头部，鼓起勇气从2楼的窗户跳了下去。我的腰扭伤了，很疼，但我终于自由了。自发搭建的华人救助线。
年近50岁的陈宝荣并非孤身作战，他带领的中检义工队已有300多位成员。在柬埔寨，参与营救受害者的热心华人还有不少。从发布求助信息到协调各部门营救，再到免费提供抱团互助的救助酒店，华人已自发搭建起一条救助线。在柬埔寨金边运营自媒体的阿龙就身处这条救助线的一端，主动成为了救助信息集散中心。之前有一天，我没在公众号推更，华人圈都在传阿龙是不是被杀了。阿龙说自己已经收到过不少死亡威胁，在柬埔寨关注自己的不只是求助的华人，还有网投公司老板，他们都在找我。新冠疫情后，阿龙原本做的生意停滞，却变得越来越忙。每天在微信公众号阿龙闯荡记的后台，阿龙都能收到几十条求助信息，有的是被困园区的受骗者，有的是在国内的家人想要寻人，还有的是想了解柬埔寨的真实情况。阿龙忙于应对，联系求助者，发布消息，发动关系去救人，情况危急时也直接联系陈宝荣。几乎每天有超过16小时，阿龙都守在电脑前，一边关注着后台动态，一边编发2到3篇求助信息。阿龙作息不定，求救信号往往在凌晨传来，只有夜深人静时，受困者才敢对外联系。有时一晚上我都在等对方回应，不敢睡，一条消息背后可就是一条命。阿龙感叹，即便能幸运地获得解救，身处柬埔寨的很多受害者也暂时找不到回家的路。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，从柬埔寨回国的机票已涨成天价，以前几百元一张票，现在要7、8万。阿龙说，如今张翔、王明和40-50位获救受害者仍一同在救助站等待，即便3、4个人共处一间，房间也早已住满。他们几乎不出门，每天大家轮流帮忙打扫卫生、洗菜、做饭，照顾需要照顾的同胞，时不时迎接新的获救者到来。张翔住在一家救助酒店，从网投园区里被解救出来，目前仍滞留在柬埔寨的受害者们所担心的回国问题正在一步步解决。朋友们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防止受骗，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或财务状况，避免进一步的诈骗。有些诈骗团伙会假装是帮助受害者的组织，进一步诈骗，请务必核实对方身份。记住，你不是孤单的，寻求帮助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